曾几何时，留学美国是像清华北大这样的中国顶尖学霸们的首选之一。现如今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夹击，是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扑面而来。先是国内知名企业家董明珠女士前阵子在股东大会上声称，绝不用一个海归派。第二个，我们在人才培养当中，我绝不用一个海归派。我讲的原因是因为海归派里面有间谍，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在无法甄别是否是间谍的能力下，我只能保守的选择。这句话是轻描淡写的说出来的，用词却是绝对的狠啊！你看看，绝不用一个，太绝对了。好家伙，钱学森先生如果泉下有知，肯定会感到非常气愤啊！董明珠的理由是留学生有间谍的可能性，他难以甄别，宁可保守的做选择。紧接着就是前几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要取消很多中国大陆留学生的留学签证啊，主要是针对理科和工科，也是为了反间谍。这种盛况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了哈，简直就是留学生实名躺枪了。中国认为是间谍，美国也认为是间谍啊。我们说回这个新闻哈，2025年的5月2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美国将积极吊销中国学生的签证，特别是那些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这个决定就被视为是川普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重大升级。如果实施，就可能影响约28万名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卢比奥还指示美国驻外使领馆暂停所有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学生签证申请人的学生签证面谈，尤其是计划就读类似于什么科技啊、工程啊、人工智能啊、生物材料等等关键领域的申请人，并加强对来自中国和香港的未来的签证申请的审查，要特别关注申请人的社交媒体的活动，就是说你不能反美啊。已经预约的面谈呢是可以继续进行的，但新的预约将被暂停，直到发布新的指导方针。而且我看到说，就是已经在美读书的这些学生们也会开始去查他们的社交媒体言论，是看他们是不是有反美的倾向，就觉得我看到一个微博上有位父亲还感慨说，前一天他的孩子完成了预约面签通过了，还非常幸运。但接下来就有人就留言说你别高兴得太早，后面约谈了是吗？对，就后面可能按照这个说法，后面有可能取消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卢比奥的这个指示里面就有强调说与中共有关联的签证的吊销和限制的一些方面的信息。签证官将评估申请人的在线活动，包括是否存在反犹的内容或者暴力的倾向。对于没有社交媒体账户或者将其设置为私密的这些申请人，签证官就可能认为他有意回避审查，从而影响他的签证申请。首先感慨的是这些有权有势有资源的人的一句话一个想法，可能改变的就是很多普通人的一生的人生轨迹虽然说有各种安慰人的金句，比如说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真金不怕火炼，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是个金子早晚都会发亮，但是你想，本来人家可能是顺顺利利就能完成留学和就业，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现在，那如果这些留学生的签证真的受到影响，就不得不殚精竭虑的重新申请新的学校或者新的国家，或者选择回国。但如果要回国呢，又因为他这个留学的经历，在找工作的时候像董大姐一样的人就可能还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他们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应对这种窘境这都是他们宝贵的人生青春那你说他们也都是普通人，凭什么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呢？大部分的留学生，准确说应该是绝大部分留学生，不过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就想踏踏实实的赚钱过日子，现在却被双方有权利有资源的人都怀疑什么有间谍的嫌疑，又应了那句话嘛，说时代的灰尘落到普通人的身上就是一座大山。对，就感觉是鹬蚌相争，殃及池鱼。就很多留学生其实去美国读书也就是为了毕业了，然后留在美国工作，然后毕竟因为在美国工作，你找一份大厂的工作，他的这个工资收入还是比国内高很多，然后相对来说又没有那么卷。其实很多人留在美国，他也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就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质量。然后像董明珠当时发表这段言论，就引发轩然大波了嘛。尤其是你想，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身份，他说这样的话就尤为让人失望。如果你是一个情报机构，你最喜欢攻克的肯定是掌握了机密的人那不是留学生。一个学生从入职开始到掌握机密，那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少则10几年，多则20-30年，是吧？中间还可能发生各种变数，那这个时间成本就太高了。
所以即便有啊，那也只是少数的少数，极少极少。还不如巴拉巴拉那些老员工，60、70岁的，我觉得反而更有可能掌握一些核心机密，然后身居要职的。对，那些就是在关键岗位上能够掌握机密的人，才是这些情报机构最希望发展的人。那如果按照董明珠的逻辑，那是那些驻外机构工作过的政府和国企人员回国以后，那干脆都废掉算了。这些人的嫌疑是最大的。所以，如果董明珠他们认为啊，就甄别间谍、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那么重要的话，那么应该隔段时间就审查一下自己所有的高管，包括他自己啊，这才是正道。当年我们还多次看到董明珠和雷军之间参加活动的时候，还打赌10个亿，是吧？虽然当时也算是唇枪舌剑，但那时候真的是企业家之间的那种情趣互动，增加话题和营销的影响力嘛，也是他们互相较劲，都要把自己企业做得更好的一种动力。但是现在71岁的董明珠的这番言论，可以看出他和雷军这样的优秀企业家的思路真的是渐行渐远了，估计再也难以看到他们之间有那种有趣的互动了。企业家这些年的艰难，大家都看在眼里。华为的任正非老爷子，我认为是中国目前为止最厉害的企业家，没有之一。他的格局和视野以及执行力，起码在中国大陆是没有第二个可以和他比肩的哈。那任正非的观点一以贯之，那就是高度认可美国的科学和技术力量，认可美国的基础科学和企业界的研发管理，要向美国学习，和美国做生意。即便对方提防你，甚至制裁你，还是要向美国多学习、多交流。毕竟美国是世界上科技、经济还有消费市场最强大的国家，没有之一。如果这一点都认识不到，那格局和眼光那也太小了。这就应了另外一句话，就是书啊是越读越厚的。对世界了解的越多，那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就会更加立体、更加全面，能真正具备独立思考，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井底之蛙。话说回来，真要说抓间谍，间谍最多群体那一定不是留学生。情报机构最喜欢发展的关键岗位人员，包括什么军方的、政府的、科研机构的高层、国企的核心部门等等，是这些人呢。他们这些人，你看价值高，情报丰富，可以立即使用。其次啊，就是情报机关喜欢发展像处在信息系统内的2线技术或者行政人员。这些人一是比较容易接近，二是呢他们会掌握一些辅助的情报。再次啊，就是拥有较大活动自由度的，可以影响这个信息环境的人，比如像记者呀、社交媒体影响者呀、学者等等，用于信息的操作和舆论引导等等哈。留学生绝不是他们优先要发展的目标，而且会排得极为靠后。比如像 CIA 或者 FBI， 他们会去耶鲁、哈佛这些顶级名校，将精英学生发展成联邦探员。有部电影叫《特务风云》，是马特·达蒙主演的，讲述的就是根据真实原型改编的一个故事。就主角啊，在耶鲁大学读书啊，被秘密社团骷髅会选中了，后来就加入了 CIA， 一生就沉浸在这个情报世界里哈，还牺牲了家庭和人性的这么一个故事。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去看一看。但是你要说去顶级名校发展中国人成为美国情报机构的间谍，这个概率可是要低得多的。因为你看中国人读了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最后啊，他的下限是极高的。尤其是返回国内，那创业的话，或者也好，或者是加入顶尖的公司也好，会有非常安全稳定、有天花板极高的职业和人生规划。你说他干嘛去干个间谍呢？如果就算是我觉得给一个高薪的诱惑会更大一些。如果他就真的加入了这个情报机构，而且是美国的情报机构，他作为一名留学生，未来他也不可能在什么 CIA 或者 FBI 这样的组织里有多高的职位啊！你根本无法想象一个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移民未来会受到信任，成为 CIA 的高层，而且成为间谍被派回到中国大陆之后呢，他又要面临着很多重大的风险。那咱们哈佛、耶鲁这样的精英会做出这样愚蠢的选择吗？我觉得稍微有点脑子的人他都不会哈。这和本土的什么哈佛、耶鲁精英加入情报机构是不一样的。一是啊，这类工作是极为刺激的；二是这个职业天花板对于本土人来说会很高。你比如他可以从政，顶尖的呢就会成为政府的内阁成员。所以我认为啊，让中国大陆优秀的留学生成为间谍，这是一个极难实现的目标，这几乎就不可能。其实美国这个国务卿卢比奥也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他大概率这个取消签证的目的啊，是避免中国这些优秀的留学生把美国先进的科研的技术方法带回中国大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减缓中国科技发展的速度。但说实话，美国限制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尤其是理工方面的这个留学生，在未来科研方面，美国的损失肯定也是不小的哈。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高校和实验室里是一股沉默却非常强大的力量。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中国学生常年是美国最大的国际生源国。仅在2004年，你看这已经是疫情之后，中美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了。
那还是有27.7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其中超过60%集中在 STEM 领域，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个领域啊。他们是实验室的一个骨干力量啊，像 MIT、斯坦福、加州理工、伯克利，几乎每个顶级实验室里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工程等最前沿的领域，现在中国留学生都参与了关键算法的开发呀、核心论文的撰写，甚至有些人还直接推动了技术落地和产业的孵化。一项《自然》杂志的统计显示，在过去10年发表的高背引论文中啊，中国留学生是很多美籍第一作者背后的主力推手。此外，大量中国的博士毕业生选择留在美国工作，他们投身了像谷歌呀、英伟达、微软、英特尔等等这些高科技公司，就成为现在美国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中国最顶尖智商的人到美国留学，并且留在美国，那对美国的科技领先，那可贡献着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啊！现在你拒绝这样的人来美国学习就业，损失多少聪明的大脑？而美国就是公认的，就是5%的精英带领着实现了在全球的领先。像英伟达、苹果、微软这样的公司是吧，在全球就能够收割财富，他们能够一直在全球的经济和科技方面一骑绝尘。中国留学生绝对是美国科技实力的重要的一个补给线。1990年代到2000年初，当时清华和北大的优秀毕业生中，有相当大的比例会选择赴美攻读博士或者硕士学位。尤其是2000年以前这两所学校的理科学生、本科生90%以上都去美国留学了，有的班级甚至全班都去了美国。这个理科和工科它是有区别的理科指的就是像物理、化学、数学这样的非常基础的一些科学，工科指的是工程类的其实属于那种基础科学之上的这种应用科学。那在美国本土呢，在硕士和博士阶段继续搞这个理论基础、走学术道路的优秀学生非常少，所以像清华北大这种全国筛选出来的最顶尖智商的人，又不排斥去搞这个基础科学，未来学术潜力又非常大，那这批学霸就当时受到了美国各大高校的全力欢迎，基本上只要是申请就会拿到美国几所学校的奖学金。那工科类的呢，就会拿奖学金的几率会略微低一些，所以清华北大理科出国的比例非常之高。当时由于美国和中国无论是在学术研究的环境收入还是生活条件方面，中国是完全没有办法和美国相比的。由于国内的就业机会又相对有限，所以很多人在学业完成之后选择留在美国发展。转折呢是从互联网时代开始的，2005年之后明显发生变化。以张朝阳李彦宏为代表的这批清北的留学派，从美国带回来风险投资，然后在互联网领域开疆拓土，缔造了一批又一批的这个百万、千万、亿万富豪之后大批的留学生就开始回国涌入互联网行业了典型的就是像王兴这一批人。我在国内认识了一个清华本科，然后到美国读硕的这么一个人，他就是从美国留学之后当时还留在英伟达，做的也挺不错。没错就是这几年爆发的那个英伟达。但是就是抱着说2-3年之内在财富自由的这么一个梦想，就从美国回到北京，开始加入了创业大军。后来他又到创投机构主管了投资业务，可惜就是他回来的有点晚了。众所周知这个创投是从2018年开始就走下坡路，到现在基本听不到什么声音了。像徐小平的基金会，他的金额不是最多的，但是当时喊的最大声的这个创投机构就是他的真格基金，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悄无声息了。好多年没听到过徐小平的动态了。所以我那个朋友他当时是2012年左右回来的，到现在他也没做起来。如果他留在美国，仍然留在英伟达，那这几年肯定实现了彻底的高度的财富自由所以即便是顶尖人才，他也会面临着这个选择决定命运的一个难题2010年代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内高等教育的水平的提升，赴美留学的比例其实就开始下降了。像清华大学2017年选择出国深造的本科生的比例是28%，到2022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14%了。当然大家知道这是因为疫情期间特殊的几年，出国比例也大大降低。那北京大学比清华还要低一点，是2017年的时候选择出国深造的毕业生比例是15.6%，到2019年已经下降到14.8%了。尤其是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在海外学习之后就选择回国发展。清华大学2025年出的一个数据是2002年到2011年间的毕业生，92.4%的校友目前在中国，超过60%的曾在海外学习的校友已经回国。这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是美国的 H1B 工作签证真的是比较难拿，还要抽签看运气。对，所以即便是清北学霸留在美国的概率现在也越来越低。第二点就是前些年中国的这个创业暴富的机会吸引了不少人回国。第三点就是中美关系走下坡路，连带着这理工科在美国学生的这个环境就不太友好，不太受信任了。
2024年的10月，5名持有学生签证的中国公民被指控在密歇根州的格雷林营地拍摄军事演习画面，其中就包括美军和台湾军队的实弹演习。这些学生都是密歇根大学的学生。此外，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中国研究生，因为在维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附近操控无人机，拍摄了带有机密信息的美国军舰的舰艇，被判刑了6个月。这些事件就引发了美国政界对中国学生间谍活动的担忧。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赖利就呼吁全国禁止向中国公民发放学生签证，认为这是阻止中国间谍活动的一个必要措施。2005年的3月，美国教育部要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等6所顶尖的高校要提交中国留学生的研究领域、实验室参与的情况和资金的往来明细。美国政府逐渐就开始认为中国通过多种方式，比如黑客的攻击商业间谍、人才引进等等窃取美国的先进技术和科研成果，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构成威胁。2018年的10月，美国还推出了一个中国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是由时任美国司法部长 Jeff Sessions 宣布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司法手段防范所谓的中国间谍活动和不当技术转移。这个计划主要集中在高科技和科研领域的渗透。中国的千人计划对美国研究人员的收买中国企业获取美国敏感技术，特别是军民两用技术的一些嫌疑大学和实验室中的不透明的合作和资金来源的披露的不实中国行动计划呢，主要就是通过 FBI 和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内就展开刑事调查，重点监控和调查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尤其是理工科的留学生，还有华裔的科学家和教授，不管他们是否有美国的国籍，包括美国本土出生、长大、成长的科研人员也不放过，只要他们和中国的高校、军工机构、企业有合作或接触都有嫌疑。常见的指控就包括隐瞒和中国机构的关系，欺诈性的获得美国政府研究经费，或者非法出口了受限技术、商业秘密窃取、网络入侵等等。典型的案例就有4个是针对华人的，下面我分别讲一讲一个案例就是麻省理工教授陈刚案。陈刚是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的教授，因为在申请美国能源部资助的时候没有披露他和中国的合作关系，在2021年被美国司法部就起诉了。2022年的1月，司法部撤销对他的所有的指控。陈刚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这个事件让他对美国的科研环境感到非常的幻灭。还有一个案子是田纳西大学副教授胡安明案。胡安明是田纳西大学的华裔副教授，专注于纳米技术研究。你看纳米技术非常前沿。2018年他就被指控在申请 NASA 资助的时候没有披露和中国工业大学的兼职关系。FBI 呢在调查中还使用了谷歌搜索作为证据，并且试图招募他为美国政府工作，但这个招募就遭到了胡安明的拒绝。之后据说遭到了2年的这个跟踪和骚扰。你想，这一个教授都已经入籍美国了，他都会拒绝，那你何况你去招募一个留学生，难度肯定是更大的。2021年，陪审团没有就他是否有罪达成一致，最后这个案件最终就留审了。后来他也恢复了教职。看来陈刚已经对美国的科研环境感到幻灭了。那他们现在还留在美国吗？对他们现在人还是在美国任职，因为他们是顶尖的科学家，但他也是普通人呢，做出跨国的这种生活选择，那压力还是很大的。那不像施一公那样你施一公是当时受到了中国极大的器重，许诺了一个校长、副校长什么的，这种你吸引力可能估计会吸引他们回国。还有其他案件，比如像阿肯色大学的华裔教授洪思忠和程振东案。洪思忠最后被判了实刑，程振东案呢现在还在审理之中那他被判实刑是真的是间谍吗？洪思忠教授他曾经担任阿肯色大学的电气工程系教授，他专注的是高密度电子封装技术。2020年的5月，他因为涉嫌没有向学校和 NASA 披露和中国机构的关系，就被逮捕了。最初他面临的是55项的电汇欺诈和2项的护照欺诈指控。2022年，他承认在调查过程中向联邦探员就做出过虚假陈述。那最后他其他的指控被撤销了，法院判处他12个月0.1天的监禁，并且那我听下来感觉好像也不是间谍只是说他没有告诉联邦政府他跟中国可能高校有关系，或者说有兼职或者有合作，并不是说什么贩卖信息这种。对，他的案件的核心就在于他没有披露他在中国申请的24项芯片的相关专利所以这些案件它大多并非真正的间谍案，而是集中在行政或者合约披露义务上的这种隐瞒或者忽视，但都被作为国家安全案件来进行对待。虽然这个案件总数目前看不是很多，但是信号是很明确的，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是增加了很多的焦虑
现在好了，针对留学生又来了一个暴风骤雨的行动，再次加码了，直接打算从源头解决问题。这对很多中产家庭把孩子送出国外去读个理工科，想在美国硅谷去大刀阔斧的去实现美国梦的这些人来说，那绝对是晴天霹雳。尤其有些人他已经读了2-3年，如果现在面临签证被取消，那学业就会中断。那没有毕业证，回国呢重新高考也不现实啊！那就只有去其他国家，比如加拿大呀、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再去重新申请学校哈。而且我感觉看这个趋势这么下去，就算是已经在读的学生，他的签证还保留的话，等他们毕业了找工作发工作签，可能也是难上加难了。原先就很难，现在是更难。对，那人生计划基本上就完全被打乱了，还要承担不菲的这个费用。而且这中美之间的博弈，你说其实跟这些普通人有啥关系呢？就算他们有几个真的被发展成间谍了，但是那个剩余的几万人啊，那绝大部分就是普普通通的平头老百姓，一块儿都被带到沟里去了。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和美国搞好关系对中国普通人来说真的是特别重要。别的不说，你看最近从 A 股的反应到百姓的就业，无疑不都是紧跟着和美国的贸易合作伙伴关系走的哈。美国说加关税 ，A 股就大跌；说日内瓦谈判谈得不错 ，A 股就上涨了。这2天贸易谈判又传出进展缓慢，川普又在推特上抱怨说不做好人了啊，那资本市场又立刻大跌。就业方面更是如此啊，本来利润就微薄的很多工厂叠加关税大棒，那就只能收缩产能、裁员降薪。可以说现在这个政治和国际关系就会波及到每一个人，就算你是在办公室里面舒舒服服的喝着茶、吹着空调的公务员，短期看好像没啥关系，钱照发，通缩内卷之后，这物价还更便宜。我这2天看这个比亚迪又恢复了这个价格大战，那便宜的已经不像样了，这个中国的汽车。但是长期看，你就算是这些体制内的公务员，收入和待遇、福利啊，包括房产价值、投资机会，都会受到重大影响，甚至都有可能触及到裁减公务员的队伍、丢掉铁饭碗的可能性。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安全就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否则的话，即便是考公上岸了，也难保未来的安稳。看到这儿，我猜肯定有人会说这就是美国的霸权行为，不能跪就得硬扛。这种思维方式其实真的是2极管，搞好关系其实是可以谈的，不一定非要跪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等战略物资的一个输出国，也是有筹码的。川普政府也是有内部的压力的，谁说只有下跪才能搞好关系啊？说这种话的人是既没有能力又没有脑子。说到底还是那句话，中美2国搞好关系对中美2国人民都有利。人生就那么短短几十年，2个大国的角力会让很多普通人原本规划好的人生梦想灰飞烟灭，或者至少是严重受挫。不过好在美国是一个权力受到制衡的国家，卢比奥的取消学生签证的政策已经受到了来自美国内部的多方质疑，预计最后的方案会实施会大打折扣。在2025年5月29号的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哈佛大学还特意安排了25岁的中国学生蒋宇荣作为研究生代表发表了演讲，主题是呼吁在全球政治紧张局势中坚持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合作。让人感觉这是哈佛对川普政府近期一系列的排外政策的不满和回应应该说这个演讲充满了希拉里味道的精英范儿总体来说还是算精彩的。蒋宇荣的家世背景以及如何申请得到哈佛录取机会的细节就被网友扒出来了。有人就说这是哈佛版的谢赫斯加斯。那关于蒋宇荣的故事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你这衔接的还挺好，要快成连续剧了，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听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罢了，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